的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，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，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想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，也只是空话。在美丽新世界，我们一起计划，在未来展望最色彩奔跑。放下彼此隔膜，在随希望出发，共同努力，正能量激发。共同努力，正能量激发。我爸爸怎么样？病人的情况暂时稳定，不过不是很乐观，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爸，老爸，阿公，你怎么了？乖孙女，你们都来了。老爸，你认得我们了？大喜，哎呀，双喜，我快不行了，洗衣机就交给你们，你们两兄弟要同心协力，继续经营好洗衣机。老爸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大哥一定会好好守住洗衣机的。我就放心。是你呀，爸，谢谢你这些年把这个家打理到这么好，双喜跟孩子有你照顾，我就安心了。爸，你别这么说。夫妻就像一条船，不能有裂痕，一有裂痕，船就会沉下去。你们夫妻俩有一条心，就算碰到大风大浪都不怕。乖孙女，你要用功读书，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。阿公，阿公，爸，快去医生！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在吓我吧？爸，你怎么了？不用担心，快跟爸讲几句话。小勇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？醒来！安哥醒了。小勇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不认得我了？我不认识你，大喜、双喜，我要回家，回家。回家很好。你们回来啦？伯父，你还好吗？好。爸，你认得他吗？我好像有见过，可是我忘记他的名字。我是温柔，我是诗妮的表妹。表妹，
大媳妇，我想不起我累啊。陪你，看你回房睡觉。小勇不认得我，对长得像秀兰的温柔也没印象。爹啊，老爸会在这里住一段日子，他一定很想看到你和 Alicia 的，可不可以搬回来住啊？你跟我进来，关门。爹啊，你肯原谅我搬回来住了？爸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不想他老人家为我们的事担心，看在他的份上，我就原谅你一次。真的啊，那就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在乎我，在乎这个家，一定会原谅我的。可是我有条件，第一，不能对我任何隐瞒，不许再骗我。行。第二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晚上出去要事先说明，而且要在11点之前回到家。灰姑娘都可以等到12点呢。最迟11点半，没得商量。好。第三，你每个月3/4的薪水要存入我们的联名户口。那我不是只剩下1/4？好，都没问题，就这么多了，对吗？还有呢？还有，你所得到的喜基股份，我要1半。你要喜气的股份，还有1半那么多。哦，不舍得啊？哦，舍得，一人1半，感情才不会散嘛。来，大家吃饭吧。吃饭啊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会坐在一起跟我们吃饭？老爸，你不认得他了，他是你小儿子文鼎。你不要胡说，我只有你们2个儿子，我什么时候生多一个儿子了？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妈的事。爸，他是我们店里做饼的师傅，他是他女朋友，你见过的。我是我们喜记的人，那一起吃饭啊！为什么他谁都认得，就不认得文鼎？爸，汤好不好喝？哦，好喝，跟你们的阿嬷煮的味道一样。没想到温柔不仅长相与秀兰神似，连厨艺也如此相近。爸，喜欢吃话，来多吃一点。啊，我不要，我要吃猪脚冻。哎，伯父，你喜欢吃猪脚冻啊？我喜欢，以前我阿妈会做猪脚冻，常常做给我吃。后来她死了，我就很少吃了。我也很怀念吃猪脚冻的味道，吃的时候沾一点鱼露，味道更佳。我阿妈以前也教过我做猪脚冻。听说做这道菜要花很多时间和功夫哦。没关系的，只要伯父喜欢吃那就好了。明天我就去买猪脚，然后做给伯父还有大家吃。爱丽丝，吃饭的时候不要玩筷子。文鼎啊，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啊，老爸也是用这样的语气教训我们的。因为你们小时候不听话，所以我就骂你们了。你喜欢咬脚，我就绑脚；大喜喜欢做鼻屎，我就绑手。你们啊，还真是难兄难弟哦。大喜啊，我明天要去喜记走走看看。我陪你去吧。我不要你陪我儿子大喜双喜陪。哦，我们陪你去吧。好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老爸，你在想什么？老公常讲的一句话，你们还记得吗？皮薄人情厚，意思就是做饼皮要薄，做人要厚道。知道就好，那赶快做饼，很多人等着买我们的饼，再不做就没有饼卖了。快去做饼。
双喜啊！你干嘛站在这里啊？做饼啊！哦，快！哎，你没有吃饭啊？大力一点啊！你自己做，还笑人？老爸痛啊！知道痛就好，快点做，不要偷了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做错事啊，老爸也是用藤鞭打我。喂，不要玩了！做饼有这么难吗？为什么不好好学？你该打你也是有打，我打你，不要做，干什么？回去做，给我做，不听话。老爸一定以为我们还是小孩子，一做错事啊，又用藤鞭打我们。我你的都有这么多话。我叫你们来做饼的，不是来讲话的。欠打，老爸痛啊！动打你！不要打了，不要啦！你听话，我就不打你。我要去厕所，你们快点做啊！我很想你。小勇把温柔当秀兰，他叫阿嬷，理应他也会认得我。阿嬷，伯父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阿爸，小勇，你认得我了？啊，这里有一杯热牛奶，喝了比较好睡。我扶你起来。这里交给你了。阿爸，这几天你不认得我，你知道我多难过吗？你是我阿爸，我当然会认得你。阿爸，你帮我拿。我抽屉有个盒子，你拿给我。对。以前我们的房子都被火烧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这张照片。你看，小勇，阿爸对不起你。阿爸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小勇能够见到你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小勇，阿爸，我想睡觉。好，来，我帮你。阿爸，你要抱小勇，你要唱歌给小勇听。好，我唱给你听。啊。月光月疏多，照你照壁照遐走，照着明春脚大棒，照着芒场秀山歌。月光月圆灯，照你照壁照遐天。照着明春脚大棒，照着芒场秀山岭。
李生，出来吃早餐啦！李生，来了。早。爸还没起身呢。我出来的时候他还在睡。老爸昨天在喜记啊，看我们做饼，又骂又打的，应该是累坏了。应该是吧？昨天整晚都没看见他上厕所，也没听见他咳嗽，应该是睡得很甜。爸很少睡得那么迟的，我去叫他。文鼎哥，就是来吃早餐吧。爸，吃早餐了，爸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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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双喜文鼎双喜。爸。爸。发生什么事啊？爸，什么事啊？爸走了，爸走了，爸走了。爸。祖先保佑！妈咪，阿公以后真的不会再回来了吗？阿公回去天上跟阿嬷在一起了，他现在很开心。虽然看不到他，只要你心里想着他，他就很像从来没离开过。爹啊，我看你们也累了，先回房休息吧。你们整天都没吃到什么东西，不如我去煮面给你们吃吧。我看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去外面打包就可以了。好吧。大哥，你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大家都累了，不如休息一下吧。你在找什么？老爸临走前想起一张儿时的照片，放在一个盒子里，他想让我帮他找。怎么样的盒子啊？他好像说放在一个正方形的饼干盒，会不会是放在杂物房？你能帮我找吗？你先进去，我等一下再进来。文鼎，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在里面谈一谈。明明是亲兄弟，形如同陌路人。你们老爸在天上啊，也不想看见你们这样。你们两个心结打不开，我是不会开门的。大哥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小时候，老爸也曾经把我们关在杂物房。
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反省，想想自己错在哪里。爸，放我出去！爸，放我出去啊！爸，等你们想清楚了，就放你们出来。这一招啊，文鼎啊，一定是学老爸的。大哥啊，小璇的事情，对不起啊。那么我喝醉了，我以为小璇是失妮，才会糊涂做错事的。那天在医院的时候，你跟小璇为什么联合起来骗我说你们打破了水晶石？我不让小璇说这真相，因为我怕你和诗妮知道了，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啊。大哥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和小璇绝对没有偷偷来往，我们没有发生关系的。那你们那天晚上为什么在一起？还有你是醉了，那小璇呢？其实那天晚上，我也是觉得很奇怪啊，小璇她好像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大哥啊，你也知道我很爱诗妮的嘛，我怎么可能会搞外遇呢？就算要搞，我也不会搞你的女朋友吧。大哥啊，你一定要相信小璇，她也不是那种女人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来，起来起来。怎么？你们打架？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啊，害我被箱子砸到啊！带你去看铁打吧，来。大哥，你不怪我了。哎呀，两兄弟讲这些做什么？来，走，肿起来了，来。没事吧？大喜，我们可以谈一谈吗？你没有猜错，这是大喜，安科的身后事都办妥了吗？对不起，我没能够到灵堂去给他鞠个躬。你有心了。最近好吗？还好。大喜，我们以后要怎么样？你没有办法原谅我。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。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双喜，还有诗妮。我们分手吧。你想说却没说，是谁在推锁？任用泪水把笑容淹没。如果说爱过，我们都沉默。如果说这个梦从今没有以后。大喜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弄伤你的手啊？要休息多久呢？医生说轻微骨折，至少要休息3、4个星期。厨房的事情那就交给你们了。这你不用担心，交给我们吧。
高翔，有人订素三生吗？有，就是我啊。你为什么要做素三生呢？我之前心很烦，去到庙里呢求神明保佑，希望师尼相信我，大哥原谅我。现在一家和睦了，所以我要做一些素三生啊，来答谢神明。你很少进厨房的，你行吗？就是啊，这些事情让阿海、阿明做就可以了。大老板，是二老板叫我们不要帮忙的，他说要亲自做。是啊，一定要亲力亲为才有诚意啊。那好吧，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啊。看时代场景变化，随潮流的步伐，好坏对错黑白真假。都市进步繁华，古老和新颖转化，价值多少如何评价？守候在门里面，不向外望一下，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。以为要个性，却不知什么代价。理想再大也只是空话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看看，做得不错，看来你有做饼的天赋。哇，你这样赞我，是不是想把我推下海，把我困在厨房里啊？我是说真的，你是连家的子孙，有做饼的天赋，千万别浪费。我是负责卖饼的那一个，你和大哥呢才是继承老爸手艺的人。哎，不跟你说那么多了，我要去还神了。哎，帮我搬上车吧，来。放下彼此，跟我再随心往出发。祖先保佑！出手那么豪爽，是不是最近股市很旺，赚了大笔佣金啊？单靠佣金怎么够？自己还是要进场投资才能够赚大钱。你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收获啊？不像你这么有本事，买得起这些高档货啊！哎呀，我说啊，你是心疼你老公，不舍得花他辛苦赚来的钱。如果他有本事赚那么多钱啊，我才不会替他省。你呀，一定要好好为自己打算，多存一点私房钱。谁不想赚多一点钱，也要有门路才行啊！要赚钱还不容易，只要眼光准、胆量大就行啦。你是说炒股票，风险很高的。如果有内幕消息，风险就减低了。你看我不就知道了吗？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介绍几只有潜力的股票给你。OK？ 文迪啊，我有事情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你知道，爸生前完全没立下遗嘱，他名下的喜记股份就由我和双喜各得一半，你什么都没分到。非常合理，本应如此。你一点都不介意吗？我为什么要介意啊？喜记本来就是交给你们两兄弟的。可是你也是老爸的儿子啊，应该分你一份的。不用啦，我来这里是协助你们打理喜记的，什么名分、股份都不重要。你怎么说都是连家的一份子。再说你为喜记也付出了不少，如果什么都没分给你，我真的过意不去的。所以我跟双喜商量好了，把喜记分成3份，你也分得一份。老爸的心愿就是要你们两兄弟传承主业，你们不用管我的。文鼎是真心为喜记付出的，不在意那些股份。可是文鼎哥，大喜哥和表姐夫也是把你当成自己人，才会想要分你股份的。你就不要辜负他们的一番心意。是啊，你要是再拒绝我们的话，就是不把我们当一家人了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找一天我们有空到律师楼去办手续。迟一点再说吧，迟一点再说啊。哎，对了，大哥的手已经受伤了，最起码要休息2个礼拜。我想双喜啊，不如你到厨房来帮忙。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曾经被老爸抓进去厨房帮他做饼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做饼了。哎，不行。你放心，有我看着你。我是担心越帮越忙啊。不会啊，我上次看你做素三生，你做的还蛮不错的。对啊，我对你有信心啊。现在厨房真的不够人手，你就去跟文鼎学一学好不好？只要有心，一定会成功的。那好吧，我试试看吧。蝶儿在做什么啊？怎么啦？
谁惹你生气了？你呀、我做错什么了？你爸没留下遗嘱，也从来没提过要分遗产给你那个好弟弟啊！你干嘛要把股份分给他啊？那是大哥的意思嘛。你不会拒绝吗？大哥说的也没错，文鼎对我们喜记贡献那么大，我们这么做对他也是比较公平的。这么一来，你本来有一半，现在只分到1/3，那我不是只有1/6吗？我的，你的数学真好哎，完全正确，满分。亏你还笑得出，真的给你气死了。爹，不要生气啦，免得以后啊生出一个 angry baby 呀。baby 呀 baby， 我是那个最疼你、最爱你的爹地呀，有听到我说话吗 baby 呀 baby， 你爹地嘴上只会说疼你，手上有股份却把它送出去，从来没有为你还有你的姐姐的将来着想，多争取一点啊。baby 呀 baby， 爹地不是不替你们着想啊，只是我是哥哥嘛，哥哥要照顾弟弟的，就好像以后你姐姐也要很照顾你一样啊。爹地一定会努力工作，把最好的留给你们的。你别光说，用行动来证明啊！人家文鼎才来喜记几个月，你们都说他对喜记有多重要，那你呢？你在喜记这么多年，如果你肯努力，有更好的表现，也不会被他比下去啊！哎呀，爹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我之前表现得不够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呢一定会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工作的。喂，真的啊？啊，那太谢谢你了。好，那我们明天见，啊，拜拜。是谁打来啊？聊得这么开心，还约见面？一个老同学了，我托他帮我买一些东西，所以约了明天见面。男的女的啊？男的，叫 Gordon。那你买了什么东西？没什么了，一些男性用品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上个厕所。Hello， 你好。果然被我猜中，竟敢骗我说约的是男人。真不好意思，让你特地拿来。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呀？啊！怎么这么巧啊？你不是说你约的是 Gordon 吗？这位是？他就是 Gordon 的秘书 Jenny。因为高等律师有事不能来，让我把产品拿给连先生。Gordon 买这产品呢有折扣，所以我托他买。我昨天晚上没有跟你说，是因为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对不起哦，我还是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哦，我常用的洗发水啊，这里有 discount， 所以就来买了。怎么知道你约了那个Gordon的秘书在这里见面，就过来打个招呼啊？哎呀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好吃哎！其实这是法国的奶蛋酥，刚出炉的 souffle 外形只能够维持数十秒，冷却之后呢就会塌下来，所以一定要把握时间吃。不管做什么都要把握时机，珍惜当下，就好像吃 souffle 一样。原来这个舒服类还有这一层的意思啊！你记不记得，当我知道我自己不可以经营 Lakela 的时候，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要我到喜记帮你卖笔。我记得。我觉得现在时机对了，我决定入股，跟你到喜记卖笔。你开玩笑吧？我之前要你帮忙，你还骂我侏罗纪恐龙，为何突然改变主意啊？自从和你合作中西喜饼之后，
我发现传统糕饼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保留的价值。你们喜记是老字号，非常有潜力，只是整个经营手法实在太落伍，包装跟形象都不行。所以你想入股改革喜记？嗯哼，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。第一步，我会投入资金，有了这笔钱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改变形象，再来增加产品，类似我们设计的中西喜饼一样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喜记就不是原来的喜记了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以前的饼是用炭炉烘烤的，现在也改用电炉啦。以前的馅料是用肥猪肉的，现在为了应顺顾客的要求，也不用啦。时代是会进步的，如果你想要喜记承传下去，改变是必须的。听你这么一说，的确很有说服力。当然呢，我是有备而来的。可是喜记的老板是大喜和双喜，你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啊。我连你这个古板的火星人都可以说服了，他们一定会认同我看法的。祖先保佑！祖先保佑！你要入股喜记？没错，我觉得喜记有发展的潜力，所以我决定入股，注入资金，然后进行改革。那你有什么计划？首先，喜记必须改变形象，重新设计 logo 和包装，再来就是规划业务。我觉得公司应该以中西喜饼为主力产品进行宣传。美人告诉我她的想法的时候，我本来是有点抗拒，但是我仔细想一想，时代不同了。如果改革能让喜记更兴旺，我们不妨试一试。最重要的是，喜记的精神依然保持不变。我们做的是最好吃、最有人情味的饼。那你准备投资多少，占多少股份？我准备投入30万，至于能够占多少股份，就要看你们喜记的资产价值多少，还有几位股东的意愿。要算出喜记的资产价值不难，不过喜记的招牌是无形价值，很难计算的。你们可以找独立的审计师去评估。至于可以占多少，我不介意。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。说真的，喜记如果能够交给你们两个，真的还蛮放心的啊。就算美人要入股，也要时间评估资产啊，而且他的计划也是初步构想，我们需要仔细考虑。是你说的也对，我看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快做决定吧。我们可以先签一个合作的意向书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早一点确定入股的事，也可以早一点到喜记上班，好让我的计划书可以更完整。我觉得很好，不需要考虑了。我们欢迎你加入喜记哈。既然你们两位都没意见的话，我也没有理由反对啊。来，欢迎你。谢谢。美人，这么早啊？我只是早到5分钟而已。我也刚到，幸好没迟到。都快9点了，其他人呢？哦，应该快到了。老板，早上好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啊，这位是佘小姐，是我们喜记的其中一个股东。三老板应该是老板娘吧？不对，应该三老板娘。哦，你们可以叫我 boss， 或者是佘小姐。上班时间是9点，现在已经9点03分了。准时上班是最基本的要求，以后上班就要打卡，包括老板在内。我们也要打卡。老板更需要以身作则啊！打卡不只可以处罚迟到的人，相反的，守时的员工也会有奖励。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守时的良好习惯。你为什么这么迟才来上班啊？哦，我去买点东西，不好意思迟了一点。是店里面要用的东西吗？你利用上班时间去处理私事，这样的行为是很不负责任的。
对不起啊。美人啊，温柔她工作很勤快的，虽然她迟到几分钟，但是她平时呢都是早到迟退，她没有不负责任。这就是过去家庭式的管理问题。今天迟到10分钟就迟10分钟下班，没有纪律，没有系统。如果喜记要扩展的话，就必须抛弃这种守旧的管理方式。可是我们喜记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，在我阿爸，不是，在我曾祖父的时候就这样了。所以我们就必须改革啊！今天只有几个人，你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将来你要管10几个，甚至20几个员工，那要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制度，一个奖赏分明、公平透明的制度哦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好了，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去做事吧。今晚有猪脚吃哦。今晚可能不行了，因为我想要做猪脚冻，需要的时间比较长，所以你可能明天才有得吃。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喜欢吃猪脚冻。我当然记得啊，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才去巴沙买的，你看，很新鲜的。原来你今天早上去买猪脚，所以才迟到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为了我和你被美人责备。你别这么说，是我自己不对，我应该早点出门才对的。我代美人向你道歉，她对员工太刻薄了，什么都说制度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其实我明白他的，要当老板管理员工很不容易。他第一天来店里就教训员工，我想他是希望他们服他吧。当老板理应是以德服人，他这种咄咄逼人的姿态，只会让人畏惧。啊，对了，我忘了买鱼露。我阿妈说吃猪脚冻要配鱼露才好吃的。那我下去买。哎，我跟你一起去吧，我还有其他材料要买。好啊。那你等我一下。哎，文鼎哥啊，不如我们走这里吧，比较近。好啊。打抢！怎么办？你想怎么样？拿钱来，快点！好，我给钱你。温柔，温柔，温柔，没事吧？温柔，你怎么了？温柔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叫救护车！温柔，温柔。